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3月17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3月1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80.36，收盘价是184.13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85.81，最低价是在178.84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7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，并且呢，当日的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10日均线值，并且也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1.214 亿股。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83 倍量缩。KD 值开口增大，双线是继续上行。那这样的信息啊，说明股价的上行走势啊在增强。MACD 双线开口是变小，那快线呢，它的方向目前是略微的转折向上。那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红柱，那这些信息啊，说明目前股价的多头趋势的回档在减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3月16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出现反弹后，然后又出现了一个止涨信号 K 线之后的再反弹中。那我们看到它的收盘价是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前一日这根蜻蜓线啊，它是一根止涨的 K 线。那后续的 K 线收盘价如果站上了这根止涨 K 线的最高啊，说明股价是有可能会继续反弹的，也就是股价是有反弹的愿望的。但是唯一的不足呢，我们会看到当日的成交量是呈现的量缩，也就是买盘没有跟进。那后续如果股价如果要继续再反弹，或者我们称作叫上涨，那么必须要有一个补量的上涨，否则呢，股价是很容易反转向下的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3月1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两个方向，一个是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189，另外一个方向呢，股价会出现下跌，收盘价会在168。这是第一个可能。那第二个可能呢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，也就是收盘价会在178附近。那实际在3月16日收盘价是在184.13，那当日股价是出现了反弹。那我们预测的强势反弹是189啊，那它和我们目前的出现的这样的反弹的区别是，实际的反弹虽然站上了前2日 K 线的最高，是有继续反弹的愿望的，但是呢，它并没有站上我们说的这个185这个关键的位置。对，也就是说，没有出现这样一个强势的反弹，所以这样一来呢，股价是很容易反转向下的。如果说没有补量，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是分析的，但是目前收盘价站上前2日的最高，
并且又重新站上了10日均线值，那我们说股价是有继续反弹的愿望的。所以这样一来，我们先来分析后续股价的反弹。好，那在3月17日，如果股价继续反弹，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85。那只有站上股价后续收盘价只有站上185这个位置呢，那才会出现继续反弹。我们说，否则呢，很容易在这个位置会容易反转向下。185这个位置依然是空头要守的位置。好，我们会看到连续3个交易日股价都是没有突破185的。好，那如果后续股价站上了185，我们说它将会继续反弹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00关口。那只有站上200关口呢，才会重新建立多头趋势。那一旦建立多头趋势呢，股价会继续向上，再向上的目标就是211。211如果能够被站上呢，将会彻底确认目前的这一波反弹而形成的多头趋势。那当然股价会继续向上。那如果再站上217，将会出现一波，我们看到目前的线型会出现新的一波的上涨。好，那上方的目标是185、200关口和211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对于3月17日或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下行的目标，目前第一个目标，我们要把这个水平线上移，是从1月3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我们移到3月13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是在164。所以目前股价的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将是164。那股价只有跌破164，才能继续维持目前的空头趋势。所以164将是空头的目标。这是下行的第一个目标。那一旦164被跌破呢，我们说股价会进入到深度的回档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38。138呀，是股价进入到深度回档之后的强支撑。那一旦这个位置被跌破呢，接下来股价一定会测试101.81。我们说一定会测试101.81啊，是它的愿望。对，是否能到达101，我们要看之后 K 线的走势。好，那下行的3个目标就是164、138，当然还有101.81。好，那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对后续股价走势的分析。那对于3月17日，我们要关注2个点，一个是上方185这个水平线不变，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。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180到182之间，所以我们把这个水平线上移到180，是5日均线值的下限。好，那很清楚，就是如果股价能够站上185呢，后续会继续反弹。但是如果股价跌破了180呢，那我们说股价会出现掉头向下。对，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我们是在3月14日收盘之后，也就是在183.26这个位置给出的是进场抢反弹的建议，我们叫止损是守当日 K 线的最低是在177，那反弹的目标是189。如果到
一直到今天，也就是3月16日收盘之后，我们会看到股价是一直没有跌破177的，所以没有被止损出场。那上方呢，我们会看到股价也没有到达我们抢反弹的位置，也就是189，所以目前这一波的5%的抢反弹持仓依然是有的。当然，我们说在3月16日，目前的收盘价是在184.36，这个位置也是可以叫做抢反弹，叫获利出场的。如果不出场，对，我们想继续等待股价的反弹，对于3月17日，我们说如果目前这样的一个抢反弹的仓位没有出场，那我们就不是抢反弹了，我们是要等待做多加仓的。对，也就是说，如果股价继续在3月17日继续上行，出现反弹，我们是不设止盈位置的，我们是要等待它收盘之后，要看情况进行加仓的。那因此，这个时候如果继续持有这个仓位，我们将会把止损位由原来的177这个位置提升到178.5。178.5是3月16日这根小绿 K 线的最低。也就是说，在3月17日股价上行，我们不用说了，我们等待收盘之后，考虑是否加仓。如果出现了反转向下，那我们说收盘一旦跌破了178.5，我们要即刻出场，因为这样的一个走势在重新跌破5日均线值会有更深度的回档。对，它的目标一定是164，所以目前这个强反弹的仓位是跌破178.5，要止损出场。好，这是我们对之前3月14日收盘建仓的一个说明，也就是描述。好，这是多头。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空头。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对于空头，依然在上方的185附近会有空头的加仓或者建仓，因为这个位置是目前空头要守的位置。那在盘中，如果股价继续上升，我们说在3月17日的盘中，那一直到上方的190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也就是从185一直到190，一直是会有空单进场或加仓的。那他们的目标目前是176，是3月15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如果建仓，它的目标一定是176和下方的164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空头。那经过这样的前面的分析和讨论实际上我们越来越要关注185这个点了。但是呢，我们说除了在这个地方如果不能突破而反转向下，那出现下行，同时呢，在3月17日，我们也不排除它会有一个跳空的高开，然后呢，开盘即突破185，然后185形成一个支撑，出现一个强势的反弹或者叫上涨。好，那在这里我们想说明一下概念，可能之前说的反弹和上涨我们要描述一下，说对于3月17日股价继续上行应该我们叫还是继续反弹，因为它还没有突破185。如果突破185，我们会把它描述成说叫上涨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3月17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
第一个压力位就是185，第二个压力位是190，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第三个压力位是200关口。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在180到182之间。那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也在这个区域，这是第一个支撑。第二个支撑是176，是3月15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第三个支撑是167，是3月13日这根 K 线实体的下沿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啊，我们给出3月1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那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依然是给出2个方向，也就是会继续反弹，或者说是会出现反转向下。那如果是反弹，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84，那上方最高会到达192，收盘会收在189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84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反弹。那另外一个方向呢，股价还很有可能会出现反转向下，也就是下跌。那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83，最低下方会到达175，收盘会收在177附近。那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84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反转向下。那如果股价既不出现反弹，也不出现反转向下，那我们给出的第二个可能是股价很可能会出现平盘。那如果出现平盘，它有可能是一个小幅的高开盘，或者是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82，最高上方会到达189，收盘会收在184附近，也就是会出现一根平盘。那我们预测出现平盘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呢，很可能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含有长长上影线的一个小红 K 线或者小绿 K 线，也就是我们认为空头在这个地方依然会有很强的力量，会把股价压回到185之下。好。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3月17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